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29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9时许，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沿着红毯拾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的到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29号隆重举行，其中王永志等4人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巴西前总统、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被授予友谊勋章，王小模等10人被授予国家荣誉称号。在29号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93岁的黄宗德获颁共和国勋章。他17岁入伍，投身革命，在渡江战役、江西剿匪、抗美援朝战争中冲锋在前，屡立战功。千千万万的革命英烈，他们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他们是真正的英雄。今天这份崇高的荣誉，同样属于他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也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曾说，自己的一生干了3件值得欣慰的事：研制导弹、送卫星上天、送中国人进入太空，并筹建中国空间站。今年6月11号，王永志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他的使命是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压力再大也要干啊！王永志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新一代远程战略导弹的第1任总设计师。1964年，他参加了中国第1枚中近程导弹发射试验。试验临近时，由于天热导致推进剂膨胀，人们发现导弹射程达不到预期落点，任务被迫停滞。面对棘手难题，年轻的王永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借出600公斤燃料。最终，这个方案让导弹试验取得成功，这标志着中国洲际导弹的诞生。值得告慰王永志的是，就在4天前，据国防部消息，9月25号8点44分，人民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发射是火箭军年度军事训练例行性安排，有效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训练水平，达到了预期目的。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称，这是解放军44年来再次全射程试射洲际导弹，射程约为1.2万公里，凸显火箭军已成长为中国战略地位的战略支撑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今年友谊勋章获得者是迪尔马·罗塞夫，他也是本次唯一一名获颁友谊勋章的人士。罗塞夫是巴西历史上第1位女总统，去年接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授予我友谊勋章，我深感荣幸。这枚勋章印证了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间坚实的友好合作纽带。中巴两国是朋友，是伙伴，在推动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方面拥有共同利益。自去年就任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以来，罗塞夫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进本币结算。他多次强调，这可以增强发展中国家自身发展和应对风险的能力。罗塞夫推动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本币融资平台，目标是到2026年将以成员国本币进行融资的比例提升到30%。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4月，巴西总统卢拉访问了位于上海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由罗塞夫接待他的来访。Eu toda noite me pergunto por quê
que todos os países estão obrigados a fazer seu comércio lastreado no dólar. Por que nós não podemos fazer o nosso comércio lastreado na nossa moeda？ 近年来，美国将美元武器化，严重阻碍了全球贸易和全球化，这令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高度关注金融和贸易安全，还出现了去美元化的呼声。随着金砖机制朋友圈不断扩大，本币结算的范围也不断扩大。美国共和党政客反华急先锋卢比奥日前不得不承认，如果其他国家减少美元使用，美国将逐步失去制裁别国的能力。他还提到，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出现各国达成绕开美元协议的消息。2017年，以5章1部为主干的中国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正式确立。5章是指共和国勋章、7·1勋章、8·1勋章、友谊勋章以及国家荣誉称号；1部是指功勋部，其中共和国勋章授予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功勋卓越的杰出人士。这是根据宪法法律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是国家最高荣誉。友谊勋章授予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这也是根据宪法法律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国家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国家勋章。据了解，功勋荣誉表彰奖励注重精神激励，坚持以精神奖励为主，充分发挥其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5章1部的设计充满寓意。从外观上看，共和国勋章章体采用国徽、五角星、黄河、长江、山峰、牡丹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如意、兰花等元素，象征勋章获得者为共和国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礼赞国家最高荣誉，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寓意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友谊勋章章体采用和平鸽、地球、握手、荷花等元素，章链采用中国结、万年青、牡丹、玉璧、兰草等元素，象征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友好团结、友谊长存，祝愿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发展。29号下午，迈向碳中和湾区少年行粤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系列主题活动之大湾区孩子们心中的碳中和世界绘画作品交流周在深圳启幕。活动鼓励深港澳青少年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绚烂多姿的色彩，描绘绿色生态、碳中和未来等美好画面，培育湾区青少年热爱祖国、热爱自然、服务社会的家国情怀。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严世东，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强，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王同海，深圳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黄伟平，龙岗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尤宇等出席在深圳大分美术馆举行的颁奖礼。来自深港澳获奖中小学校的师生代表、线上深港澳青少年共同参与。今年的绘画作品征集活动自3月底启动以来，共收到深港澳投稿4655幅，经过专业评委的严格评选，689幅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并获奖，现场展示了其中近300幅作品。此外，还评选出优秀指导教师300名，优秀组织单位152家。第2次参加该活动的澳门学生周燕希本次荣获1等奖。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就是可以向一些弟弟妹妹们，也可以宣传一些关于碳中和的我们的一些理念，呈现出一个理想的城市。首次参赛的香港学生陈科颖也通过画笔表达了自己对碳中和美好未来的期许。然后我画的这个瓶子，就是里面有一些工业的排放的一些废气，然后还有一些被砍伐的树木，然后我就希望这一种现象是被存放在就是已经被尘封的一种状态。多位与会人士鼓励青少年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生活，并点赞深圳的环保新理念。其实我前段时间也有到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呢去就是休息啊走走。其实我觉得整个生态环境是做得非常的美好的。第二个呢，我所了解到呢是好像深圳这边有很多公交车已经就转成那种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的出行方式。深圳的公园有1000多，垃圾场就变成公园。那我们深圳有几所这样的一个垃圾处理厂，都是在全国成为领先的。据悉，
国庆黄金周期间，主办方还将推出各种有趣好玩的艺术创作活动，用手中的画笔、斑斓的颜料和无限的想象力，共同编织应对气候变化、共筑美丽中国的画卷。